哎，這會兒來到這個公園，感覺沒什麼人，就我一個坐在這兒，想法來的數據比較焦慮。这一个视頻倉促吧，好的成績，自媒體做 YouTube 鏡頭時候的一些狀態。哎，這會兒來到這個公園，感覺沒什麼人，就我一個坐在這兒，聊什麼呢？哎，隨便聊聊吧。其實最近拍 YouTube 視頻，我有很多的想法，但是也因為天氣太熱了，所以就沒怎麼出來。但實際上還是想在戶外多拍一些視頻來教大家漢語，可能會比較容易理解，也方便大家學習。但是最近發的這些視頻後台的數據特別的不好，然後我就比較焦慮，然後也很擔心我這條路是不是選擇錯誤了。因為我現在做這個頻道從6月份開始，5月底6月初吧，5月底6月初開始建立這個頻道，然後一直拍攝到現在。剛開始的時候是2到3天一個視頻，然後持續了有1個月吧，不到1個月。後來改為1周時間出一個視頻，因為當時頭幾個視頻的數據從後台來看不是特別的好，我感覺是因為那段時間剛剛開始做，所以視頻的質量不太好，也因為時間都是比較倉促吧，所以後來我就將時間改為1周一個視頻發布，希望就是在1周的時間之內打磨每一個視頻，能夠讓它是一個比較好的影片，然後能夠幫助大家學習漢語。但是這樣做已經有將近2個月了，還是沒有看到這些視頻的取得的一個好的成績。每個視頻發了之後，後台的數據都是特別的不好，然後這些數據呢，也確實影響到了我整個人的這個拍攝的這個心態。這些數據對我的心態其實影響還是比較大的，因為數據的不好，所以我就會懷疑自己，也會否定自己，整個人就是會內耗，然後每天都在想，當然也會每天去想怎麼將它拍好，去看各種視頻，去看那些大的博主拍的這些語言類相關的視頻，也會去看一些其他類型的博主的視頻，就是通過不同的類型去看視頻的制作以及他們吸引人的一些點。因為我做這個頻道確實時間不長，然後拍視頻的話經驗確實不是很充足，所以還是需要去學習那些大的博主他們的經驗，吸收他們的一些優點吧。所以後來每個視頻的時間制作就比較長，基本上都是每周發布一個影片。每個影片我都是帶着一些學習的實踐去制作的，所以每個影片它從功能性，就對於我自己來講的功能性，就是去實踐一些學到的或者看到的東西，所以時間會比較久。當然很多成熟的頻道都是1周更新一次視頻，所以我現在這個更新的時間其實對於大多數成熟的博主來講屬於一個正常的水平。但是我的頻道現在處於一個新人階段，
所以我有時候在想，是不是我得增加我更新的频率的这个，我是不是得每周多出一些视频？因为我从后台来看的话，我的视频的推荐，就关联推荐，其实都是一些不相关的视频。然後我就覺得是不是因為我的視頻數量比較少，所以平台對我的頻道的這個定位還是不太清晰，他不知道我的頻道具體的是針對哪一些人群的，所以那些關聯的視頻推薦我看都是一些不相關的，所以我的目標人群我覺得還是沒有看到我的視頻，就在想是不是要多拍一些視頻，讓 YouTube 的平台算法能夠認識到我，然後將我推給我的目標用戶。最近在考慮這個問題，但是因為我還是比較懶吧，然後這天氣也比較熱，所以最近總是不想出門，然後自己想的其實挺好的，說今天每天醒來之後說今天一定要出門去拍視頻，多拍一些，但是每天起床之後吃完飯，然後一看外面的天氣溫度都很高，就不想出門了，然後在家裡拍一些視頻。我有時候就在想，是不是我這個人由於性格上的這種懶惰，所以注定會失去很多東西，或者說會很多事情半途而廢。半途而廢的意思就是你在堅持做某一件事情的時候，中間因為其他原因吧放棄了，所以這叫半途而廢。我現在做 YouTube 的這個頻道就總是會內耗，數據的不理想讓我每天都會去內耗，想很多，然後自己討伐自己，到底是我的內容真的做得不好呢，還是說是平台對我的現在頻道的定位不清晰，還是說我的視頻拍攝的數量比較少？當然我有時候也會安慰自己，因為我是一個新人嘛，新人的頻道，所以現在這個階段屬於一個起步的階段，這些數據屬於正常的，我是這麼安慰自己的。但是其實我心裡還是比較恐慌的，雖然自己安慰自己，但是實際上還是覺得是不是自己在騙自己，也經常會因為這樣去懷疑自己，否定自己。所以挺矛盾的，我要不要繼續堅持呢？然後我也在懷疑這個賽道，因為漢語相對於英語來講，確實感覺好像受眾人群還是比較少的，所以我也在懷疑這個賽道是否是一個好的賽道。還是堅持吧，我覺得堅持還是很重要的。確實我現在也就2個多月，不到3個月，繼續做吧。我覺得再堅持一段時間看一看吧。現在當下最重要的事情是不能懷疑自己，也不能內耗，更不能否定自己，堅持的去做，然後每一期視頻有針對性的去提高。在這樣的情況下去堅持，我覺得過一段時間，當你的視頻足夠讓算法去認識你，然後推給我的目標用戶的話，我的這些視頻應該還是會有人去看的，會有人去喜歡的。因為我覺得做自媒體，做 YouTube 的話，其實就是大家在相互尋找，
相互擁抱吧，因為這個世界是多樣的，你是什麼樣的人，大家就是你是什麼樣的人，也會有同類型的人，只不過大家是在地球的不同的地域，所以你只要發布视頻的話，相當於把自己去放大，然後你就會吸引到你的目標人群，也就是喜歡你的人，大家屬於就是相互的去尋找，我是這樣理解的。我的意思就是做自媒體實際上就是一群人在尋找另一群人，你的性格，你的為人處事，你的世界觀，總是你如果在互联網上去把自己展示出来，還是会吸引到一些跟你興趣或者世界觀等等相符合的人的。所以我有时候思考，就觉得很多人说的现在自媒体，尤其 YouTube 什麼的饱和，其實我覺得不算飽和吧，因為每一個賽道說白了就是不同的人在尋找相同的人，每個人是不同的，所以你個人的魅力不管怎麼樣還是會吸引到跟你差不多的人的。多拍吧，总之還是多拍，多面对鏡頭，多敘述，多說一說，多聊一聊。我以前的性格是一個不太善於表達的人，然後上班這麼多年，其實很多同事對我的印象是我是一個表面上是一个比较冷冰冰的人，不太好接觸的一個人，因為我好像平時都是挺嚴肅的，包括我現在看我有時候面對鏡頭時候的一些狀態，我感覺確實我面對鏡頭的時候大多數時候是比較嚴肅的，然後我有時候也嘗試在面對鏡頭的時候能夠面帶微笑，但是總是很不自然。所以是不是我這種嚴肅的面孔讓很多人對我的視頻有一種排斥，或者說吸引不了太多的人去觀看我的影片？這也是我有時候在思考的一個點。但是我刻意的面對鏡頭去笑又很假，我嘗試過去面對鏡頭去微笑就很假，很不自然，還是拍的太少了，我覺得所以呢還是多拍吧，多發布影片，我覺得多拍一些影片。